我叫何鱼，是个被兄弟和女友联手背叛的倒霉蛋。你就是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，我和你女朋友在一起又怎么了？你想怎么样？何鱼，你被解雇了，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阿浩现在是公司总监，你呢？一个被淘汰的废物，别再纠缠我了。为什么？我掏心掏肺对你们，换来的就是这种结果？难道我这辈子就注定要活得这么窝囊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哼，青雷宗的丫头，你已经受了伤，还是乖乖投降吧。不好，他们的黑雾有腐蚀性，我的护体灵气消耗太快了。可恶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撑不了多久。不是吧？这玻璃球里居然藏着一个这么逼真的修仙世界，也太不可思议了！不行，这么漂亮的妹子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就这样死在妖怪手里。这是什么神器？此物竟能一击轻易斩杀2名筑基期修士，必定是顶级法器。操纵此等神物之人，只能是传说中的大能。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晚辈洛青衣感激不尽。不知前辈可否现身一见，告知明慧，晚辈日后定当报答。想来是前辈这等高人，不屑于与我这般小修士计较吧。力气耗尽，身体动不了了。难道我洛青衣要被活活饿死在这里吗？我不过是随手丢了2根牙签，这就成了救命之恩了。好饿。正好再测试一下，看看现实世界里的东西丢到玻璃球里面会是什么样。这灵气威压，难道是元婴期大妖的残躯？连元婴大妖都能斩杀，这位前辈的实力得强到什么程度？别废话了，吃吧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清风剑乃是玄铁所铸，竟然连这妖兽的甲壳都展不开！给我开！用修仙的飞剑砍龙虾壳，这姑娘想法挺别致啊。不过她那世界的金属也太脆了吧？算了算了，好人做到底。这恐怖的灵气波动，灵韵天成，绝对是传说中深海龙族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，不够还有。这姑娘是饿了几天了？吃个麻辣小龙虾跟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似的，这感觉怎么像是我捡了只流浪猫在喂？小心脚下有东西！杀虫！该死！这些虫子平日里都在地底深处沉睡，肯定是大妖血肉的灵气太重，把它吸引过来，把我当成配菜了。我只是个练气期的小修士，怎么可能挡得住这种凶物？前辈救命啊！这就是这里的大号蚯蚓吗？长得真别致，看看你能不能扛住我雷电法王的招式。这玩意儿高中时候可是电虫子的神器，让你尝尝厉害。
前辈的随手一击，引天雷化岩浆，这等恐怖的威能，恐怕早已超越了元婴期，甚至是化神期。乖乖，没想到这几块钱的打火机，在这个微缩世界里威力跟导弹似的。喂，你还好吧？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晚辈洛青衣无以为报。若是有什么需要晚辈去做的，晚辈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什么都可以吗？前辈若是那个意思。前辈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年轻，但修为通天，若是能侍奉左右，也是我的造化。只要前辈不嫌弃，青衣愿意。那就可以。我是问你还有飞剑吗？飞剑？你刚才断了的飞剑，还有没有多余的？刚才那是弟子的本命飞剑，已经毁了，但还有一把是师父赐予的练习飞剑。前辈，此剑虽然未开刃，但里面刻画了一套基础御剑阵法，镶嵌了灵石，即便没有修为的普通人也能操控。这也太小了吧，手指头下去肯定捏不起来，搞不好还给它捏坏了。有了，用这个。前辈为何迟迟不收？难道是嫌弃这飞剑品阶太低，还是因为我刚才的胡思乱想惹到了前辈？这是何等法宝？隔空取物，摘星拿月，前辈的手段令人叹为观止。这箱子里竟然是个完整的修真界，随便从里面拿点什么法宝、灵药拿到现实里去拍卖，荣华富贵指日可待。前辈，我宗门的同门已经被半妖围困整整1年了，物资耗尽，晚辈斗胆恳求您将这只妖兽鳌族赐予我带走。详细说说。我所在的青雷宗乃是师祖为躲避中土仇家，远赴北荒所立。北荒虽然贫瘠，灵气稀少，但在师父的带领下，宗门也算井井有条。可1年前，一直与我们相安无事的半妖突然大举来犯，我宗门拼死抵抗，险些灭门。幸得大荒地其余宗门联手，才勉强挡住攻势。但半妖们贼心不死，改变策略，只为不攻，想活活将我们困死在山门之内。区区一只鳌族，你只管拿去便是。此鳌族灵气充沛，血肉更能强化体魄，堪比灵丹妙药。有此神物，足以助我宗门师兄弟们恢复战力，打退半妖。我代全宗上下谢过前辈。要是让他知道这所谓的神物只是楼下菜市场几块钱1斤的小龙虾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晚辈还不知前辈尊姓大名。不能告诉他真名。无名荒。我本以为前辈会是天玄剑尊，或是道真飞仙之类的封号，没想到是荒。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。前辈的境界，我完全无法想象。行了，不早了，我得去洗漱睡觉了。你也早点回去吧。青雷宗这鬼阵法一看就不是凡群，再冲，那就是白白投死。怕死就滚回你的洞里去！妖主有令，今天必须踏平这青雷宗。大荒地本就资源稀缺，我们自己的族人都快饿死了，就算抢了这破山头，我们就能富起来吗？值得用这么多兄弟的命去换？你以为我想吗？我接到了上面的死命令，今天无论如何，必须拿下青雷宗。拿不下，死的就是我们的黑狼部落，你们也一个都活不了。对了，之前从宗门里逃出去的那个女修抓到了吗？
别让他走漏了风声。妖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说。去追杀那个人类女修士的2个首领都死了。怎么可能？那2个首领可是金丹期，杀一个炼气修士还全死了。小的也是不信，去现场看了，发现有大能出手的痕迹。难道青雷宗请来了强大的元首？什么强大元首，在我们道玄宗面前屁也不是！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我们妖族营地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找死！哼！这是半步化神的实力，这种大能怎么会来我们这儿？拜见七长老。属下不知大人驾临，多有冒犯，罪该万死。拜见大人。各位，这是黑烈，为何迟迟不攻？大人，那青雷宗的护宗大阵十分厉害，我们破不开，只能耗着。耗？就凭那个摇摇欲坠的禁制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此乃我道玄宗上品秘宝破障符，足以破开那道禁忌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活捉洛青衣。她身为我道玄宗的圣女，竟然泄露我宗的大计，本长老此行便是要抓她回宗接受审判。大人，洛青衣背后有个厉害的高人，我派过去捉拿他的2个首领都被杀了。什么狗屁高人，能高得过我玄天宗？何况有我压阵，放手去抓就是。是。今日之后，我不想再看到青雷宗的存在。多谢长老赐宝。有道玄宗支持，我妖族必定取胜。小的们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随我杀上青雷宗！小兄弟，这把剑我出30万。30万，这不过是洛青衣宗门里最普通的一把陪练铁剑啊，居然能卖这么多钱！50万，100万。小兄弟，这剑虽然灵气内敛，材质非凡，但100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卖，成交。我的天，一把破铁剑居然卖了100万！那要是能把玻璃球里的丹药法宝搞出来，我岂不是要发大财了？洛青衣，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，谁要是敢动你，我就灭了谁。宗主，妖族大军来势汹汹，我们能挡得住吗？是啊，那妖族首领黑烈，据说实力深不可测。都慌什么？我青雷宗历派千年，岂是宵小之辈能轻易撼动的？有护宗大阵在，短时间内他们绝不可能攻进来。哈哈哈哈哈！白灵，你还指望这个破阵法能保住你们？黑烈，休要猖狂！此阵乃我宗开山祖师所设，凭你还破不掉？要是之前，我或许还真拿你这龟壳没办法，但现在有了这件专破天下阵法禁制的破禁符，尔等所谓护宗大阵就是土鸡瓦狗。什么？破禁符？你怎么会有这种神物？我再给你们一次活命机会，交出洛青衣，兴许还能饶过你。别痴心妄想了，我是不会交出自己弟子的。掌门说的对，我们是绝对不会交出师妹的。既然给你们机会不珍惜，那就全都去死吧！给我破！护宗大阵居然破了！小的们，给我上！踏平青雷宗，一个不留！众弟子听令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青雷宗众弟子，随我死战到底！死战到底！还敢反抗，那就死吧！九天雷翼，起！
神鞭！说出洛青衣的位置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别痴心妄想，就算杀了我也不会输。那你去死吧！住手！不要伤我师父。老东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就是你对抗我的下场。住手！放过我师父，我可以跟你走，你别伤害他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青衣，快跑！不要管我！跑？他一个小小的炼器修士，拿什么跑？你要杀了我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放过我的宗门，放过我师父。少废话！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，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你要杀了我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放过我的宗门，放过我师父。我操，这是洛青衣的声音，他遇到危险了。小丫头，我之前派去抓你的那2个魔修，是被谁杀的？好好回答，兴许能让你少受点苦。是被一位前辈所杀，他警告过你们，不许动我。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那位前辈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就凭你这区区炼器境界，也敢拿一个藏头露尾的所谓前辈来威胁我？今天我就先杀了你，再把你那个不敢露面的前辈揪出来挫骨扬灰。我要让你知道威胁本王的下场。青衣，小心！伤害我的财神爷，你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狼神鞭！一直碎我腰身，他是化神。好险，还好赶上了。我的小财神可不能有事，得盯紧点儿。这可是我的聚宝盆。师父，您怎么样？没事，死不了。青衣，刚才是谁？是前辈出手了。谢荒前辈救命之恩。青雷宗宗主白灵，谢荒前辈解我宗门之难。谢荒前辈救命之恩。青衣，你是如何结识这位前辈的？弟子也不知道他姓名，只知道前辈道尊号为荒。荒，这般通天的实力，难道是某位上古隐士大楼？生机灵力纯粹至极，甚至带着上古威压，绝非此界所有。青衣，这真是荒前辈所赐。正是，前辈斩杀上古大妖后，见弟子饥饿，便随手赐下这节鳌足。宗主，容老夫一探。神物，这是神物啊！此肉可充饥，更能益筋洗髓，强化体魄，效力堪比6品灵丹。传令，将此鳌足列为宗门最高战略资源，
优先分发给重伤弟子与修为瓶颈之人。谢荒前辈神恩。虽有前辈神物相助，但我宗根基已损，护宗大阵核心的雷元晶已经耗尽，如今阵基受损，若无至纯至阳的雷霆之力蕴养，根本无法重启。护山大阵不恢复，我青雷宗便是待宰羔羊。前辈，不知您可否有雷元晶？敢问前辈，这是何物？这个是电池，应该有一丝你们说的雷霆之力，或许可助你们修复大阵。雷霆本源，那可是传说中只有渡劫期大能才能触碰的大道法则啊！黄前辈竟能将大道本源封印于此物之中，这是何等的手笔！老夫钻研阵法10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神物。宗主请看，这些金色的符文，笔走龙蛇，蕴含天地至理，这定是上界的仙家敕令。此等炼器手段，简直闻所未闻。那可能用来修复护宗大阵。何止是修复，若能将此神物植入阵眼，我宗大阵的威力，怕是要胜过往期10倍。好，众长老听令，随我一同将此神物请入后山阵眼。遵命。至于吗？不就是一节南孚电池吗？这脑补能力也是没谁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给他们弄个充电宝进去，是不是得叫万雷天池了？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能帮上忙就行。这可是我的聚宝盆。宗主，此神物能量太过庞大，我等需小心引导。若是引爆了其中的雷霆本源，方圆100里将化为焦土。所有人退后，小心！阵起，引雷！大阵复原了，而且灵气比以前浓郁了好多。这红色雷霆看着就充满了杀伐之气，以后谁还敢欺辱我青雷宗？前辈之恩，重如泰山啊！全宗弟子听令。弟子在。荒前辈赐我宗雷霆至宝，救我宗于危难，更有再造之恩。自今日起，荒前辈就是我青雷宗至高供奉，见前辈如见天道。谢荒前辈，谢荒前辈再造之恩。这种被人当成神的感觉，还真不赖。既然当了你们的荒天尊，那我以后就照定你们了。这熬足肉简直是神物，我感觉瓶颈松动了。大阵的灵气浓度比以前高了数倍，修炼1日千里。师父，荒前辈每一次赐下的东西，看似平常，却都蕴含无上大道。前辈大恩没齿难忘，但此番动静必然惊动敌人。所有人听令，即刻起，借助神物药料，全速修炼。各长老轮流值守，巩固大阵，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恶战。谨遵宗主令。黑烈死了，好得很。
在这贫瘠的大荒地，竟有人能杀我座下妖将，破我法宝！废物，连个小小的青雷宗都拿不下，还折损了老夫的面子！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敢坏我道玄宗大事，都要付出代价！这股气息是元婴后期，不是半步化神。青雷宗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七长老，他就是那个追杀我们的道玄宗老怪。这是何物？竟有如此精纯的雷霆之力，难怪能破了老夫的手段。白灵，你私带叛徒逃离宗门，如今又勾结外人残害同门，罪该万死。今日本座便替宗门清理门户，交出那个丫头，再让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滚出来受死，老夫或许可以留你们全尸。白灵，20年前你身为我道玄宗长老，位高权重，却为了这个孽障私自叛逃。今日你必须跟着他一起回宗门受罚。师父，你是道玄宗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青衣，日后若有机会，为师再向你解释。现在，保命要紧。保命，在本座面前，你们没有生路。青衣，快退！灵儿，不要再犟了，你把洛青衣交出来，我现在就可以出手救你。落在宗主手里，总比落在老七这个疯子手里好。师兄，你以为我当年为什么要拼了命跑出来？道玄宗早已不是当年了。宗主，四长老田蚕到了大荒多时，一直隐忍未发。依属下看，他定会在七长老得手之前，抢先带走洛青衣。那就好。田蚕虽然心软，但在大事上还是分得清轻重的。如今道玄宗分庭而治，柳阳的老贼步步紧逼，这稻谷是我稳住宗主之位、重展大权的唯一机会。虽然要生生剥离稻谷的痛楚，世人无法想象，更是会毁了那孩子的根基。为了宗门大计，只能如此。宗主，四长老传讯说，曾见一根巨指从天而降，威力不凡，会不会是大荒地的隐士大修出手？哼，那种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，灵气微薄如水，能孕育出什么大修？传令田蚕，让他放开手脚。若是那大荒地真有什么不知死活的土著修士出来阻挠，不管是谁，一并杀了。那股磅礴的妖气，虽已身死，却仍有余威。莫非是东海深处的龙族大妖？看来情报有误，这洛青衣身后怕是真的站着什么了不得的人物。幸好老夫没有贸然出手，先让老七那个蠢货去探探底。圣女，快请荒前辈出手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是啊，只有荒前辈能救我们宗门。什么狗屁的荒，我看也就是个藏头露尾、装神弄鬼的鼠辈罢了。住口！不许你侮辱前辈！那老夫就先送你们上路，看他敢不敢出来。青衣，快走！师父，不要！师父！师父！跑，往哪儿跑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今天你们一个也逃不了！违抗我道玄宗，这就是下场！我操，这老东西太不要脸了！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
怎么回事？进不去。该死！难道是这破箱子有什么限制？既然那个所谓的荒不敢出来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不要！前辈，受死吧！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雷法？修真界的雷法讲究瞬发，从未见过这种持续不断的雷霆。难道生生不息才是雷法的最高境界？好险！幸亏老夫谨慎。这大荒地果然有大恐怖。师傅，快把这丹药吃了。老朽修行100年，从未见过能持续3分钟而不灭的雷霆。那是荒前辈赐下的神力，前辈曾随口提过，此乃直流电，直通天地，川流不息。荒前辈果然手段通天。多谢前辈再次出手相助，青雷宗上下没齿难忘。吓死我了！还好这几节高性能电池给力，看来物理攻击在修仙界也很管用嘛。趁现在赶紧跑啊！那老家伙看着不像好人，万一没死透怎么办？师傅，前辈在示意我们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走，回宗门大阵。想走？把老夫搞成这副鬼样子，我要你们死！怎么可能？那是连化神都能重创的雷霆啊！若不是老夫出门前带了一颗生机丹做底牌，刚才怕真要栽在这里了。这等雷霆威力，当真是恐怖如斯。生机丹，传说中只要元神不灭，肉身便可重铸的圣药。算你这小丫头有见识，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手段？生机丹，柳阳那个老疯子竟然连这种保命神丹都给了老七。老七有生机丹在手，就像多了条命。这青雷宗今日怕是注定要灭门了。哈哈哈哈！看来你们那位藏头露尾的荒前辈也黔驴技穷了，这法宝的灵力耗尽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前辈不会放弃我们的。那你就去地狱里等他吧。既然聚集不出第2道雷霆，那就都给我去死！我操，这老东西是属蟑螂的吗？电成那样都不死。没电了，怎么偏偏这时候没电了？妈的，手还是伸不进去。这破箱子到底什么机制？难道只能放死物进去？怎么办？不能让这个混蛋杀了我的财主啊！物理攻击不行，法术攻击没蓝了，还有什么能穿透玻璃？既然手伸不进去，那光总能进去吧？老东西，尝尝现代科技的死光吧！受死！这是什么气息？给我挡住！老夫乃半步化神，岂会被这一道光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那可是7长老啊！半步化神的超级强者，就这么没了？只是一招，仅仅是一招，就让一名绝世强者神魂俱灭。
荒前辈怕是已经超越了化神，达到了传说中的渡劫期。我的亲娘哎，这红光要是照在我身上，别说抵抗了，怕是连个屁都放不出来就没了吧？宗主啊宗主，你还想让我把洛青衣抢回去？你这是嫌我命太长了吗？我田残虽然名字有个残字，但脑子可不残。这任务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送死。这是天罚吗？前辈，这就是您的真正实力吗？青雷宗所有弟子听令，跪谢荒前辈救宗之恩。谢谢荒前辈救宗之恩，谢谢荒前辈救宗之恩。我操！这么多人对我下跪，这牌面简直了！这就是万人敬仰的感觉吗？别说，还真他妈爽！青衣，荒前辈救我全宗于水火，这是再造之恩，我们不能失了礼数，必须有所表示。弟子明白。荒前辈，我宗有一件祖传宝物，愿献给前辈，以示我青雷宗上下的感激之情。宝物？修仙界的宝物拿到现实世界，那不得起飞啊！不行，我现在要是表现得太急切，岂不是显得我很没见过世面？高人嘛，视金钱如粪土才对。献宝之事不急，尔等先收拾残局，休养生息。前辈真是高风亮节呀！是啊，若是旁人，早就索要报酬了。前辈此等大仁大义，我白灵没齿难忘。白宗主，白煞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白宗主，这场战争是我们首领黑烈和那个七长老挑起的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我白煞绝无怨言。但是这些孩儿都是受了黑烈的指使和胁迫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害死过一个人类修士。只要白宗主肯高抬贵手放过他们，我白煞愿以死谢罪，会让他们即刻北上，去往极寒冻土。白煞，今日若是没有那位前辈出手，我青雷宗早已覆灭。这份生杀大权不在我手中，你们的命运当由荒前辈定夺。完了，我们要死了！处置，全杀了吗？这是猫娘？这可是只存在于二次元的生物啊，而且还是活的。若是能收服，以后不仅能给青雷宗当苦力，还能顺便养眼。念尔等也是受人胁迫，且死伤惨重，本座便饶你们一命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留下来当宠物吧。宠物？洛仙子，前辈到底说了什么？那个前辈说他不杀你们。那前辈有何条件？前辈说养着你们就像凡人养宠物那样，养猫你知道吧？什么？宠物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我们是高贵的虎族后裔，是大荒的战士，哪怕是死，也绝不当摇尾乞怜的家畜。我们半妖也是有尊严的。我白煞就算从这儿跳下去，死外面，也绝不会吃嗟来之食。
这是……前辈说这是给你们的食物，若是不够，他那里还有。给我们的，好精纯的灵气啊！这绝对是上古妖尊的血肉，我感觉只要吃上一口就能突破瓶颈。老大，我们真的不屈服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再说尊严又不能当饭吃。喵。洛仙子，其实我白煞从小就是一只猫妖，只是我长得比较威猛，大家才都错把我当成了虎族。多谢荒前辈让我重新找回自我。老大，愣着干什么？抢啊！前辈的手段真是深不可测。这就是荒古妖兽的气息吗？仅仅是溢出的香气，就让老夫灵力蠢蠢欲动。荒前辈随便一出手，就让那群桀骜不驯的虎妖俯首贴耳，乖乖学猫叫，手段通天啊！青衣，这位荒前辈到底什么来路？你又是如何与这等通天大能结识的？前辈他不仅实力深不可测，更是一位心怀慈悲的隐世大能。那时我身受重伤，以为必死无疑。后来，我遭遇了堪比金丹期的荒沙虫袭击。前辈只是轻轻动用了一件法器，便引来了9天子级神雷。前辈担心我体力不支，便斩杀了一头化神期的深海龙虾妖尊，赐予我食用。后面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。前辈挽救了我们整个青雷宗。9天子雷，只手捏碎化神大妖，这怕是已经超越了化神，达到了传说中的渡劫期。青衣，能结识荒前辈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机缘，也是我们青雷宗的万幸。好热！我竟然觉醒了上古凤凰的血脉，从此我不再是杂毛鸟了。这肉竟有如此神效！吃了那兽腿，居然能觉醒凤凰血脉！这哪里是什么荒古妖兽？这恐怕是传说中神兽凤凰的真身！天啊，荒前辈他连凤凰都能斩杀吗？荒前辈连东海龙族的鳌族都能随手刺下，斩杀一只凤凰又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30块钱一只的奥尔良烤鸡，到了这儿就成凤凰了，这恐怕是这只鸡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吧。白宗主，今日我等半妖一族接受了荒前辈天大的恩惠，可谓再造之恩。这大荒地本就贫瘠，我等过去与人族打生打死，也无非是为了些许资源。如今你我两方既然同慕前辈神恩，为何不就此联合，供奉前辈号令，在这大荒地开创一番新局面？七长老虽死，但道玄宗的柳阳老贼深不可测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前辈赐下神物，想必也是希望我们能借此自强。好，白煞道友所言正合我意。从今日起，我青雷宗与半妖一族正式结为同盟，共同守护大荒，应对强敌。哇！竟然真的是上古凤凰妖兽，就这么被一群半妖给吃了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！天蚕，你那边情况如何了？七长老可以将洛青衣带回。宗主，七长老他死了。七长老乃是半步化神，怎么可能死在大荒野那种贫瘠之地？宗主，你不会觉得是我杀的吧？宗主，洛青衣的事情还是放弃为好，今后也不要再来大荒地了，这里有大恐怖。什么大恐怖？天蚕到底在大荒地看到了什么，竟能让他这个元婴后期的长老害怕成这样？宗主，恕天蚕无能，
自今日起，我自愿脱离道玄宗，与宗门再无瓜葛。想要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看来只能去请苍梧前辈出手了。苍梧前辈，我知道您立誓不肯插手道玄宗的内部纠纷，但此次事关重大，四长老田残甚至不惜叛逃，也不愿多言。晚辈只想问一下，大荒地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如今我好歹名义上也是道玄宗的宗主，难道连问问题的权利都没有吗？若大荒殿真有威胁宗门的隐患，道玄宗毁了，前辈又要依附何处？现在的后辈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遇事只会咋咋呼呼。前辈教训的是，只是大荒之事太过诡异，还请前辈施展神通探查一二。罢了，看在当年开山祖师的情分上，我便帮你去看看。这残留的气息，竟连我也感到一丝心悸。这箱子里怎么起雾了？是不是加湿器开太大了？这是大道金身。前辈，你怎么了？只手遮天，镇压天地。听我一句劝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去大荒地。连苍梧前辈都被吓成这样，那大荒地到底藏着什么怪物？怎么感觉刚才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？奇怪，难道是错觉？此次若非荒前辈出手，我青雷宗早已在黑烈与七长老的围攻下灰飞烟灭。这份恩情不可不报。前辈赐下的神兽肉，让我族孩儿们血脉觉醒，这恩情比天高。只要前辈想要的，我白煞自当奉上。宗主，荒前辈如此通天大能，我等贫瘠宗门有何物能入得了前辈法眼？师父，既然不知前辈所需，不如让青衣斗胆去问问。你与前辈结缘最深，就由你来沟通吧。敢问前辈可有所需之物？凡我青雷宗所有，必竭诚奉上，绝无二话。报恩，这倒是正好。有了，金银珠宝最好变现，拿到典当行立马就能换钱。再弄本强身健体的功法，提升下身体素质。对，就要这两样。本座早已辟谷多年，不问世事。不过本座近来在体悟红尘之道，对尔等凡俗的金玉之物倒是略有几分兴趣。此外，若有何炼体养生的基础法门，也可一并送来，供本座闲暇时把玩。师父，前辈说要金银俗物和基础法门，这前辈境界早已返璞归真，这是要借俗物磨练道心，体悟凡尘百态啊！没错，往往最基础的东西里才蕴含着天地智理。大长老，快去打开宝库，将历代积载的黄金器皿、极品灵玉首饰全部取来。遵命。藏经阁顶层那本万春诀温和醇厚，固本培元，乃是一绝，正合前辈基础之意。师父英明。前辈，这是我宗积攒的俗世金玉，以及一本固本培元的万春诀，请前辈笑纳。乖乖，这么多金子跟宝玉，这要是拿出来变大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哎呦，真金，全是真金！哈哈哈，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！我的小财神爷们儿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罩着你们。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这修仙界的广播体操。
我操，直接往脑子里灌啊！爽，太你妈爽了！呵，这就练成了。这万春诀太神了，这哪里是养生，这简直是脱胎换骨。不仅能赚钱，还能强身健体。这玻璃箱里的世界，就是我翻盘的最大的底气。陈峰、张月，你们等着，我马上就来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先生，您说要典当一些祖传的金饰？对，都在这包里，你看看值多少钱？这足金，绝对的千足金。不，这纯度甚至比市面上的千足金还要高。这工艺没有一点现代机器打磨的痕迹，而且这纹饰风格像是唐宋时期宫廷里流出来的东西。先生，冒昧问一句，这些东西的来历是？家里长辈传下来的，你就说收不收吧，不收我换一家。收，当然收。先生您别误会，我只是太久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，有些失态。快进来！先生，这一批货一共5000万，我们全要了。行，转账吧。5000万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以前唯唯诺诺，那是生佛随佛。从今天起，该换种活法了。你好，这辆车有现货吗？我想了解一下配置。先生，那前面立着牌子呢，请勿触摸。这车漆面很娇贵的，蹭坏了你赔不起。我是来买车的，不是来看牌子的。这辆迈巴赫落地要480万，首付都要100多万，你确定没走错门？出门左转500米有家二手电瓶车行，那儿比较适合你。月月，我就说今天出门要看黄历吧，你看那是谁？哟，这不是被公司开除的何大善人吗？怎么失业了来这儿过眼瘾啊？阿峰，别这样说人家。何鱼虽然没本事，但也要生活的嘛。我看这儿这么大，可能是在招保洁员，他是来应聘清洁工的吧？哎呀，这不是陈总吗？快请进。上次给我女朋友订的那辆奔驰 C 到了没？今天带月月来提车，顺便看看热闹。何宇，认命吧，废物！看到了吗？这里的车轱辘都够你挣10年，你站在这儿，就不觉得空气都变得廉价了吗？就是啊，何鱼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你站在这儿挡着路，不觉得丢人吗？我要是你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店是你开的，我站哪儿还需要向你汇报？你还敢顶嘴？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经理，陈总来提车，但这人一直在那儿赖着不走，还跟陈总发生了口角。王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是你们店的老客户了吧？今天我带女朋友来提车，本来心情挺好的，但这人严重影响了我们购车体验，一股穷酸味儿，看着就倒胃口。我不管他是来干嘛的，请马上让他出去。要是连这种人都能随便在店里晃悠，那这车我们可就不敢提了，掉价。这位先生，如果是买车，请出示一下验资证明；如果不是，请不要打扰我们的贵宾客户。验资？王经理，你太幽默了，他连坐公交都要刷那1块钱的优惠卡，你让他验资？如果我不走呢？不走，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，让人把你扔出去。这位先生，请你立刻离开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尊贵的 VIP 客户看车体验。
我看车买车违反了你们店哪条规定？打开门做生意，还要把顾客往外赶。顾客？何宇，你知道这辆迈巴赫多少钱吗？500多万。就算把你整个人拆了卖，你连个车轮胎都买不起。各位，大家都小心点，这人我太熟了，以前是我手下员工，因为手脚不干净开除了。这就是个专门坑蒙拐骗、赎人钱的穷鬼。穿成这样来看几百万的豪车，确实不像正经买家。原来是个骗子，保安怎么还不赶走他？太晦气了！保安，瞪着干什么？要是弄脏了展车，或者惊扰了其他客户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慢着，这辆车还有那辆，我现在都全款买，刷卡。笑死我了！黑卡，何宇，你这是在网上下载的黑色壁纸，然后去楼下打印铺打印的吧？还全款！你要是微信余额能超过5000块，不3000块，我陈峰当场把脚上这只皮鞋吃下去。够了，这位先生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拿张假卡来消遣我们是吧？再不滚，我就直接报警抓你诈骗！保安，动手，把他轰出去！老铁们快看！这就是那个穷鬼何瑜，没钱还要装富二代，拿假卡买车，现在被保安像死狗一样轰出去了。大家双击666，看骗子下场。你们会后悔的。看到没？这就是装叉的下场。这可是豪车店，也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都给我住手！何先生，万分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周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混账东西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这位何先生持有的是全球限量的至尊黑金卡，就在刚才总行致电，何先生卡内的额度超过5000万，5000万！他是我们天骏集团最尊贵的 VVIP。这不可能，他明明就是个被开除的穷屌丝，怎么会有5000万？5000万？这2辆车我都要了。那是自然，那辆迈巴赫是为您预留的。至于这辆奔驰 C， 我看这位陈总挺喜欢的，我也要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您说，别说1个，10个条件我们也答应。这2个人我不想再看到了，把他们开了。何先生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您。没听到何先生的话吗？立刻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去，以后行业内全面封杀。刷卡成功，一共648万，全款支付。太帅了，这叫低调的大佬。你看那个刚才直播的人，脸都被打肿了吧？真是个小丑。陈总，不好了，经侦的人来公司了，说我们涉嫌挪用公款和做假账，账户全被冻结了，还有几个大客户突然要求撤资，完了，全完了。阿峰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出事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何哥，我错了，刚才是我嘴贱有眼不识泰山，兄弟一场，你救救我吧！何瑜，都是陈峰逼我离开你的，我心里一直只有你啊！既然来了，那就通知你们3件事。第一，陈峰，你私自挪用公司公款220万的证据，我已经让人提交给经侦大队了，估计警车已经在路上了。你怎么会有？第二，张月，你现在住的那套江景房是我名下房子的租约，下个月到期，我不打算续租了，你可以提前收拾东西滚蛋了。那是你的房子，何宇，不要！第三，你父亲当年退休前那笔烂账，需要我找媒体当众帮他再回忆回忆吗？何先生，对风月科技的强制收购已经完成，目前您持有该公司90%的股份，是绝对控股的大股东。陈峰那孙子躲哪儿去了？欠我们的300万货款今天必须还，不
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何宇，带我走吧，我现在就和他分手，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周总，2辆车都办好了吧？办好了，何先生您吩咐。那辆黑色的送到我的别墅。好的，那辆白色的奔驰 C 呢？那一辆捐给市里的残障福利机构。青衣观天象，感应到前辈那边似有红尘因果了结，前辈今日心境似有波澜。是啊，处理了几只讨厌的苍蝇。现在的我，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托前辈的福，青衣一切安好，修为也略有精进。只是好久没和前辈说话了，青衣有些思念而已。傻丫头，我不就在这儿吗？想听我以后就多跟你说说话。师傅，去江景1号。哟，小伙子，那可是咱市最贵的楼盘啊，去那儿的非富即贵。刚在那儿买了套房，去看看。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，现在却是我的家。如果没有那个箱子，我现在应该还在那间破旧老屋里为生计发愁吧。让我看看我的小财神爷在干什么。受了前辈如此天大的恩惠，青衣却连前辈的样貌都未曾知晓。前辈会是什么模样呢？是白发苍苍、仙风道骨的老者，还是威严不可直视的神明？我有那么老吗？还威严不可直视？虽然不是什么神明，但这颜值也有点小帅。既然你想看，那就给你看看吧。这是前辈赐下的神物。原来前辈竟这般年轻俊朗。青衣，记住了。好久没和前辈像荒漠那夜谈了，那时虽然危险，却能时刻听到您的声音。青衣，夜深了，怎么还不去休息？师父，您说荒前辈真的是东海的大能吗？我这几日查遍宗门古籍残卷，大概有了个猜测。我怀疑前辈并非此界大能，而是上界陨落的仙人。上界陨落的仙人，不错。古籍记载，仙人坠凡，需重积力量以返仙庭。他们身负天地规则，每一次出手干预凡间之事，必沾因果。修为愈强，遭受的天道反噬便愈发恐怖。这或许能解释前辈为何拥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却总是以外物相助，从未真身降临。师父是说，前辈不现身，是在躲避因果。想必前辈为了救我们，私下里承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与反噬。原来前辈每次拯救青雷宗，都在背负着恐怖的反噬。我欠前辈的太多了。青衣，前辈选中你，定是看中了你的潜力。你身负天生道骨，破境无瓶颈，无雷劫，只要资源足够，你便可直通大道。你要尽快成长起来，不再做前辈的累赘，未来更要助前辈重返仙庭。我明白了，师父。从今日起，我一定拼命修炼，绝不再让前辈为我沾染一丝因果。什么鬼？都扯上因果反噬了。我这2天除了数钱数的手抽筋，身体倍儿棒啊，哪来的反噬？这修仙界的人脑补能力也太强了吧。不过这道骨听起来确实厉害，无瓶颈、无雷劫和开挂一样。既然你们都说我是仙人了，那我也不能掉链子，得给我的头号信徒再整点好东西。那是无间峰的方向，如此恐怖的雷劫，莫非是有大能要渡劫飞升了？那是太上长老闭关的地方，太上长老怕是要突破炼虚境了。
我道玄宗要大兴啊！可恶，差一线，本座便能突破炼虚，到达合体期。看来按部就班是不行了，非得用非常手段不可。那洛青衣的先天道骨，本座势在必得。太上长老，您没事吧？老七呢？本座让他去办的事，如今1个多月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禀太上长老，七长老他1个多月前就死在大荒地了。什么？不光如此，四长老田蚕也传讯脱离了宗门。宗主洛无问回来后，便突然宣布必死关，谁也不见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老七乃是半步化神，大荒地那种贫瘠之地，连个元婴都没有，谁能杀得了谁？难道是洛无问那老狐狸暗中下的手？该死！这横断深渊的封印近来越发不稳了，我必须镇守这里，不能离开半步。罢了，既然我无法亲自前去，那就找把好用的刀。太上长老的意思是，西北万妖国最近内乱，元妖一族被新妖王驱逐，正如同丧家之犬，无处容身。告诉他们的首领元乌，让他替本座踏平大荒地青雷宗，哪怕掘地3尺，也要把洛青衣给我活着带回来。元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化神期大妖，正因为他是化神期，才够资格做本座的刀。可那些妖族贪婪成性，怕是不会轻易听命。告诉他，事成后，道玄尊18封，我与他3封为家，供他元妖一族栖息。太上长老，3封会不会太多了？蠢货！待道骨到手，本座突破至合体期，这天下便尽在本座掌握之中。太上长老英明。老板，这做的是五指山吗？看着跟真的一样。帅哥好眼力，那是大师纯手工雕刻的佛掌封魔，寓意镇宅辟邪。您看，这纹理，这气势，摆在家里，绝对镇得住场子。就是原配的那个猴子摆件，前2天被个熊孩子弄丢了，你要的话，给你打个8折。缺个猴子，这东西看着挺威风，正好给青衣他们宗门添个像样的地标，也能显显我这荒天尊的牌面。不过这东西有点大，直接丢进去怕是得引发地震。等找个合适的机会再给他们。上次那个雷法，他们好像很受用，再买些电池给他们吧。老板，给我拿2盒最高性能的聚能环电池。青衣，这是给你们加强防御用的雷霆本源，赶紧装进护宗大阵吧。多谢前辈赐宝。所有长老听令，立刻撤下阵眼中已耗尽威能的旧元，将这10枚全新的雷霆神柱替换进去。这股雷霆之力竟比之前那批还要精纯数倍，有此阵在，就算化神初期的大修亲至，也休想踏入我青雷宗半步。道玄宗3封，柳阳这老东西，这次倒是下了血本。孩儿们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我们被那该死的妖皇赶出家园，像丧家犬一样流浪了这么久，现在机会来了！道玄宗承诺，只要我们去大荒地抓一个女娃娃，就给我们3座灵气充裕的山峰作为栖息地。大王，我听说前阵子道玄宗的7长老就是陨落在大荒地的，对方怕是不简单呐！放屁！那7长老不过是个靠丹药堆上去的废物，半步化神。
如何能与本王这等化神巅峰的妖王相提并论？大荒地那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能养出什么真龙？再说本王这根撼天棍也不是吃素的，全军听令，目标大荒地青雷宗，全速前进！这股气息是万妖国的妖气，那领头的金毛巨猿是元妖王元乌，传闻他可是化神巅峰的大妖王啊！他不是在西北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那个方向是青雷宗，化神大妖亲至，青雷宗这下彻底完了。这就是青雷宗，一个小小的山门，竟然还有如此品阶的阵法！哼哼，花里胡哨，给本王破！开启杀阵，全力催动雷源。哈哈，该死的猴子们，尝尝荒前辈赐下的神雷！那是红色的雷霆，一击瞬伤数名元婴大妖。青雷宗何时有了这般恐怖的底蕴？这雷法闻所未闻啊！倒是有些门道，哼！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奇巧淫技皆是虚妄。开山！不好，阵基承受不住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手段？化神大妖，好古怪的雷霆！刚才那一击的反震之力，竟然让我手臂发麻，连腰体都感到了刺痛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，留你不得！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，本王受人之托。只要那个叫洛青衣的小丫头，还有那个杀了道玄宗7长老的凶手交出来，本王立刻退走，否则今日青雷宗鸡犬不留。想动我师父和宗门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妄想！我青雷宗虽小，却无贪生怕死之辈。跟这只死猴子废什么话？老子吃了前辈赐的那么多神肉，正愁没地方消化呢。一群蝼蚁，找死！肉身扛我玄铁棍！师父，白煞前辈，一起上。那是化神大妖啊！道玄宗竟然请动了这种存在，完了，青雷宗这次是在劫难逃。等等，你看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几个金丹、元婴期的修士，竟然在跟化神大妖肉搏，而且还没落下风。那是什么肉身强度？就算是体修，也不可能这么变态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这群蝼蚁，身体怎么会如此之强？荒前辈之威能，岂是你这种乡巴佬能懂的？前辈之恩，我等唯有死战以报。混账！真当本王拿你们没办法吗？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，竟让本王蒙羞至此！都给我去死！是化神一击，快散开！师父，白煞前辈，你们怎么样？
这死猴子力气真大，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，命还挺硬。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不好，快退！这是燃烧精血的秘术，这威压直逼半步炼虚啊！完了，青雷宗这次彻底完了，没人能挡得住这种怪物。结束了，交出人头，或者化为肉泥。前辈，青衣尽力了。这猴子不讲武德，什么东西能压得住这只疯猴子？猴子，五指山，就是你了。这剧本我熟啊，给我震！那是什么？青衣，活下去！师父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装神弄鬼，给我滚开！嘿，这死猴子力气还不小，给我下去！我的手！我不信，我是化神妖王，我怎么会输？混长柳阳，你说大荒无强者，我主宗，这是五指山。天尊显圣，天尊显圣啊！前辈，这就是您的真正实力吗？化神妖王就这么没了？你看那山，浑然天成，道运流转，这分明是仙家手段。镇压化神大妖，如镇虫蚁，这究竟是何等伟力？哇！青雷宗所属弟子跪，谢荒天尊显圣，救我宗门于水火，荒天尊无敌。且慢，是中土散修第一人，剑图老人，竟是剑图老人。老夫修剑千年，今想拿剑一试荒前辈手段。如若斩破此山，便可顺势救下原屋；若劈不开，便离去。剑图前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老夫就是手眼难耐，想试试到底是这山硬，还是我的剑更锋利。老夫这柄破月剑，乃采集天外云铁，祭炼100年而成，无坚不摧。今日便以此剑意加持圣山，彻底斩灭那妖猴的生机。斩！老夫的破月剑，竟然连个白印都没留下。那是破月剑啊，连化神期修士的护体神光都能破开的至宝，竟然碎了。这不是普通的山石，这是不可侵犯的神物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那老头真能把这玩意儿给劈坏了。什么破月剑，连我的工艺品都干不过，还好意思出来显摆？刚才那只大猴子太凶了，震了就震了，但这帮小的，既然没死，就别在那儿装死。那些活着的，把地给我扫干净。谢天尊不杀之恩，小的们这就扫，这就扫。都听见了吗？天尊法旨，打扫干净，谁敢留下一粒灰尘，老子活村了他。天尊仁慈，不仅镇压了首恶，还给了这些从犯赎罪的机会。
前辈行事果然深不可测，哪怕是妖魔，只要肯改过，前辈也愿给一线生机。这便是大道无为吗？莫要高兴得太早。白宗主是在担心道玄宗。前辈这等神威太过骇人，柳阳若是知晓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个疯子为了道骨谋划多年，如今元巫失败，他恐怕会亲自下场。拍到了吗？五指山降临，神剑崩断，元妖为奴，这可是震动修仙界的大新闻啊！那荒天尊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连面都没露，就镇压了一切。快走，必须马上把这消息传回宗门。走。大荒殿要变天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荒。太上长老，您没事吧？看见了吗？这根本不是人力可敌的力量，简直就是天威。连剑屠老人的破月剑都断了，我们若是强攻，恐怕硬取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们之前的计划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是个笑话。既然力敌不行，那我们就智取。白灵那贱人不是最讲究正道大义吗？太上长老的意思是，你即刻动身前往大荒野。太上长老饶命！那地方有荒天尊坐镇，我去就是送死啊！蠢货，谁让你去攻打了？我要你去当说客。说客？你到了青雷宗，就当着天下所有修士的面，竖起天下苍生的大旗。天下苍生？你告诉他们，道玄宗后山的横断深渊封印已经摇摇欲坠，唯有天生道骨的洛青衣献祭他的本源之力，才能加固封印，阻止魔族降临，挽救这世间的一切。这是要把他们架在火上烤啊！如果他们不答应，如果不答应，他们就是背弃苍生，就是魔族的帮凶。到时候不需要我们动手，全天下的修士都会用唾沫淹死他们。就算是那位荒天尊，若是为了区区一个弟子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，他也配受万人敬仰。这就是阳谋。我看他们在大义与私情之间如何抉择。弟子遵命。白灵啊白灵，你当年为了护那孽种叛出宗门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情义，这一次本长老倒要看看你那可笑的道心能不能破这必死之局。若是这也不行，那就别怪我真的引魔入室，拉着这整个世界陪葬。悟到了，我悟到了，这就是天尊留下的镇月意境。道有大才，这裂痕看似随意，实则蕴含天地至理，那一瞬间的反震之力，足以崩碎世间凡铁。拜见荒天尊。好酒，能喝到这般烈酒，也算是死而无憾了。田师兄，你冒着被柳阳发现的风险深夜前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柳阳疯了，疯了！他早已不满足于掌控道玄宗。据我在宗内的眼线汇报，无间峰下的魔气近日来躁动异常，柳阳频繁出入禁地，甚至在用活人祭祀深渊。他所图的绝非仅仅是一块道骨，而是那深渊之下的力量，深渊魔气。他不要命了！哼，为了突破炼虚之上的境界，
他早已将性命置之度外。老夫在此静观多日，看着这从天而降的神山，忽然想起一部在修仙界流传极少、被视为荒诞不经的上古残缺禁书。禁书，名曰《封神演义》。我也曾在一处古迹中听闻过只言片语，似乎是讲上古大能重定天地秩序的故事。正是，书中记载，每逢天地大节，必有无上大能将士册封神书，重定规则。你们仔细想想，荒前辈的种种手段，降下五指神山镇压化神妖王，这是定地脉；赐下红色神雷重塑阵法，这是立天劫；随手灭杀挑衅天威者，这是正刑法。你是说前辈他在重演封神，以这大荒地为棋盘，再立天骄道统。柳阳妄图引魔入室，便是那逆天而行的劫数，而我们便是追随天尊、顺应天命的封神之人。重演封神，再立道统，原来前辈的布局竟这般深远。难怪前辈从不真身降临，原来是在顾及着天地的承受之力。他在等我们成长起来，替他去执行这新的规则。乖乖，原来咱们不是在逃难，是在跟着老天爷干大事啊！那我这半妖首领以后是不是也能混个神仙当当？只要紧跟荒天尊的步伐，又有何不可？哈，《封神演义》我就扔了个工艺品，怎么就成重立天条道统了？你们这阅读理解能力不去考公真是可惜了。算了，随他们怎么想吧。只要能把那个什么柳阳吓住，我也乐得当这个天尊。要是真敢来搞事儿，正好试试这些新法宝的威力。好恐怖的道运，仅仅是看一眼，便觉得自己如同蝼蚁般渺小。若不来，太上长老会让我生不如死；若来了，又怕触怒这大荒的天尊，罢了。横竖是死，只能赌一把，那荒前夜不会自降身份对我出手。诸位请看，那日红光贯穿天地，瞬间气化七长老，此等威能绝非凡火。依老夫看，那定是传说中的太阳真火针，才9天大日之精炼而成，专门克制世间一切邪祟。对对对，当时我就在那边上，那热浪差点把我毛都烫卷了，肯定是太阳神物。还有这鳌烛，坚不可摧，灵气磅礴，前辈随手赐下便是上古妖尊遗骸，用来给我们充饥。这等手笔，除了重定乾坤的封神之人，谁能做到？电池乃雷部本源，五指山乃佛国圣地，前辈的一举一动看似随意，实则都在布着天地大局。报，到玄宗6长老求见。让他进来。白宗主，洛师侄别来无恙。6长老好大的胆子，7长老刚死在前辈手下，你还敢来送死？本座此来非为私仇，乃是为了天下苍生。苍生，柳阳那老鬼什么时候在乎过苍生？天蚕，你叛出宗门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但横断深渊的封印近日剧烈震动，魔气已然外泄。若是封印破碎，灵界魔族大举入侵，届时生灵涂炭，这大荒地也难逃覆灭。经太上长老与诸位宿老日夜推演，唯有天生道骨者以其本源之力献祭，方可修补封印缺口，挽救此界。洛青衣，你身为修士，受天地灵气供养，如今浩劫将至，你忍心因一己之私，置天下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吗？哪怕牺牲你一人，能救天下，这难道不是莫大的功德？无耻，简直是无耻之尤！分明是柳阳老贼自己觊觎青衣的道骨，竟编出如此冠冕堂皇的谎言，想拿我的徒弟去填深渊，做梦！白灵，你这是要让青雷宗成为千古罪人吗？呵呵，若深渊真的破了，这笔血债都要算在你们头上。师父，不必动怒。怎么，洛师侄是想通了？6长老口口声声为了苍生，既然深渊如此危急，为何不见道玄宗举全宗之力镇压，反而只盯着我这一块骨头？青衣小友此言差矣，这是天命所归。天命？
这大荒的天只有一位说了算，前辈未曾示警，说明天塌不下来。至于你说的牺牲，我要问过那个人，如果他说我要死，青衣绝不苟活；如果他说不，那谁也别想动我分毫。筑基8层，这万春诀还真是好东西，比在健身房哼哧哼哧举铁强多了。现在的身体素质，感觉能打死一头牛。马上要回老家过年了，这些破烂留着也是占地方，带回去当废品处理掉算了。道德绑架，这套路在电视剧里都演烂了，居然还能在这个修仙界听到。青衣，告诉那个老家伙，让他自己用脸去踹一脚那五指山试试。要是能撼动分毫，或者山给他面子裂条缝，咱们再谈牺牲不迟。谨遵荒前辈法旨。六长老，前辈的话你听到了。荒谬，简直有辱斯文，我靠近不了。既是如此，那你就休要再提刚才的事。青衣，你有空去中土亲眼看看那深渊是不是真的要塌，看完再说。既然前辈有令，那我便去中土走一遭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便去亲眼看看。尔等罔顾大义，必遭天谴。这老头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我看他是被那五指山吓尿了。不可大意，六长老带来的消息恐怕不全是假的。没错，柳阳那老贼我了解，他阴险毒辣，若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面临绝境，绝不敢提出让青衣献祭这种荒诞的要求。他敢这么做，说明他已经肆无忌惮了。前辈让我去中土看看，也是为了让我看清真相。师父陪你去，这里有五指山镇压，又有前辈留下的神物，暂时无虞。但中土那边恐怕已是龙潭虎穴。老夫也随你们同去吧，毕竟我是从道玄宗出来的，对那边的地形和暗哨还算熟悉。而且我也想看看柳阳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多谢田师叔，前辈，您让我去中土，定是有您的深意，青衣绝不会让您失望。搞定。去吧去吧，也就是换个地图的事儿。正好我也要回老家过年了，这箱子得把你们保护好，这可是我的摇钱树，也是我的朋友们。走喽，带你们去看看我的家乡。各位坐稳了，时速300，别晕车啊！回家过年，要是老妈知道我养了一箱子神仙，估计得把我送精神病院。往日此时，中土各大坊市正是论道交易最热闹的时候，现在却人人自危。深渊异动的消息，怕是已经压不住了。老板，这大荒见闻录怎么又涨价了？昨天还500-10，今天就要1000。爱买不买，这可是前线第一手资料，里面详细记载了那位荒天尊是如何一指灭化神，又是如何镇压妖王的。现在的形势，谁不想沾点那位天尊的喜气？听说这书里暗藏了封神的玄机，说是天尊要重定此界秩序。封神？前辈要封神？荒前辈那一手五指山确实像极了上古传说，看来不用我们宣传，前辈的威名已经传遍中土了。听说了吗？横断深渊那边的黑气已经冒出来3000指了，各大宗门都在往后撤。怕什么？不是说那个什么天生道骨能救世吗？得了吧，那分明是道玄宗放出来的风声。我看救世是假，想吞噬道骨成魔是真。柳阳果然已经在造势了，想把青衣推到风口浪尖，逼我们就范。既然来了，我就要看看这深渊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救了。
昆灵噬元，这是道玄宗的镇宗古阵周天血煞风灵阵。刘洋，你疯了吗？这阵法一旦开启，便是要炼化阵内一切生灵。你是要拉着整个中土给你陪葬吗？完了，这是死阵，只进不出。刘洋这老贼，他不是要救世，他是要血祭。青衣，凝神静气，锁住丹田，千万不要运功抵抗，越抵抗吸得越快。师父，这就是他说的，为了苍生。这还是我带了100年的道玄宗吗？这分明是炼狱！小心，这阵法在强行抽取生机，护住心脉。他们都死了吗？还没死透，但被抽干了精元，生不如死。刘洋这个疯子，他竟然对自己门下的弟子下手！师尊，饶命啊！师尊，刘洋，你不得好死！这就是所谓的为了天下苍生，这是魔道，比魔修还要残忍100倍的魔道。宗主，天蚕，快走！师兄，别说话，我先给你疗伤。没用了，别管我。刘洋疯了，他彻底疯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他以我道玄宗1000年积累的修士修为，以数万弟子的生机为柴，血祭全宗。他在融合深渊魔气，重炼上古魔剑誊仙。他要干什么？他想一举突破此界极限，化身深渊主宰。什么封印松动，什么拯救苍生，都是骗局。他是要这天下都成他的血食。我不该为了宗门平衡纵容他。你们快逃！逃！入了本座的血煞大阵，便是大罗金仙也逃不掉。太上长老，这阵法已经吸干了外门弟子，连几位师弟的元婴都快碎了，还要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这是横断深渊下面的魔煞之气，引魔入体，这可是自绝于天道啊！天道，如今本座便是天。您不是说，只要剥离洛青衣的道骨，就能加固封印吗？蠢货，那是说给天下人听的借口。剥离道骨，何等低效！那样做，我顶多也就多活几百年。本座要的是永恒，我要以万修之源为火，深渊魔煞为引，彻底重炼这具完美的戮仙之躯。你是道玄宗的罪人！罪人，待我跨出那一步，化身深渊主宰，这世间谁敢定我的罪？出来吧，我的杰作！那是大长老的魂魄，还有三师弟，你竟然把他们的魂魄都炼进了剑里，这就是戮仙！以此剑之威，什么五指山，什么荒天尊，统统都要在本座脚下化为祭phẩm。现在祭品已经备好，就差最后一步开封。罗青衣，为这把神剑的第一个祭品吧。
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主宰的力量，在这真正的深渊之力面前，不过是笑话。正好，就用你们的血与魂为这陆仙神剑开封祭旗，去！这就是炼虚之上的力量吗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前辈曾说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就按这个开关。前辈，救我！我的剑！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纯粹的光？一把小玩具而已，看把你吓的！你那破剑和破阵看来都不行啊，花里胡哨的，质量太差。刚才听那老头喊什么深渊要炸了，多大点事儿，镇住不就完了？一把小玩具而已，看把你吓的！小玩具，毁我神剑的，竟只是个玩具！你那破剑和破阵看来都不行啊。听说深渊要炸了，镇住不就完了？这是神技，这是真正的仙家手段啊！原来如此，我毕生所求皆是虚妄，哈哈哈哈哈！镇住你们也活不了，灵界早就在。这把玩具剑质量不行啊，这就没电了。不过这特效炸的倒是挺足，刚才那一下跟星球大战似的。深渊也堵上了，坏人也挂了，这下应该能消停会儿了吧？真是操碎了心。谢黄天尊救我宗门，谢黄天尊救这天下苍生。翻手为云覆手雨，一念成魔一念佛，这便是天尊的手段吗？青衣，我们欠前辈的，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还不清，便用永生永世来还。荒，你坏了老祖的大计，灵界狱主绝不会放过你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荒天尊镇压深渊魔气的神剑。我不过在此打坐半日，困扰我10年的瓶颈竟然松动了。听说道玄宗广场那边还有天尊留下的救人圣光，据说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去那里躺一躺就能活过来。道玄宗这次虽然死伤惨重，但因祸得福，守着这2处神技，怕是以后要成咱们中土的修炼圣地了。白宗主，家门不幸，出此孽障，险些酿成灭世大祸。若非荒天尊出手，还有青雷宗各位舍命周旋，我道玄宗今日怕是已成魔窟。五长老言重了，如今魔幻已除，百废待兴。传宗主令，即刻起彻底清算柳阳及其党羽一脉，所有修炼邪法者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是。从今日起，道玄宗与青雷宗结为兄弟同盟，青雷宗之事便是我道玄宗之事。大荒地不再是蛮荒之地，而是我2宗共同守护的圣土。如此甚好，也不枉老夫在那边吃了几个月的沙子。以前我总以为修仙是为了长生，为了力量，但见识了前辈那一剑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是用来守护，是净化世间一切污秽的纯粹光芒。前辈，您是想告诉我，无论多么黑暗的深渊，都敌不过心中一点浩然气吗？金丹成了。嚯，刚才那是啥？那个位置好像是青衣那丫头待的地方，这么亮，升级了吧？行啊，不枉我费了那么多电池，争点气，早点变强。荒天尊，哼，不过是仗着手里有几件至宝罢了。若是那光剑在我手中，这天下就是我的。元婴气，呵呵。柳阳那个老蠢货，费尽心机也没能完全迈出这一步，却成全了我。既然我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容身之地，那就换个主子。灵界的大人们，这里有你们想要的东西，只要给我力量，我就是你们最忠诚的狗。停下！
这规则之力竟然不沾丝毫此界因果，哪怕是渡劫飞升的仙人，出手也必有业力纠缠。此物却如大道化身，干净的可怕。若是本座能得到此物，参悟其中蕴含的至高规则，或许就能打破这灵界的桎梏，炼制出真正属于我的仙气。幽影何在？属下在。传令下去，你即刻携带摄空镜前往下界。狱主，这摄空镜虽是天道境的仿品，亦有禁锢空间之能，此时动用是否太过冒险？那荒手中之物值得本座付出任何代价。属下明白，将那荒引动，此等存在与重宝，要么成为我灵界之友，要么绝不能留于对方手中。要是那荒冥顽不灵呢？必要时可启动界域吞噬玉案。去吧。怎么还没反应？难道灵界也看不上我这元婴期的投名状？恭迎上界尊使。你便是继承了柳阳残缺传承的废物。是，正是小人。小人虽实力低微，但对这方世界了如指掌，愿为上界效犬马之劳。哼，算你识相。狱主对你提供的情报很感兴趣，那荒的底细你究竟知道多少？回尊使，那荒极其神秘，从不露真身，只会通过某种空间手段降下神通。依小人看，他本体或许受了重伤，无法轻易跨界。无法跨界倒是有趣。尊使，那荒最在意的便是大荒地的青雷宗，尤其是那个叫洛青衣的女子，只要拿住了他们，不愁那个荒不现身。攻敌所必救，很好，这很合本座的胃口。这是仙家法宝，摄空镜之下，万物皆可禁锢，哪怕是化神修士，也逃不出净光笼罩。哈哈，有尊使此宝，青雷宗那些贱人插翅难逃。这一次，我要让洛青衣跪在我面前求饶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带路去青雷宗。白宗主，这几天来咱们这儿朝拜的人也太多了，我手下的半妖崽子们光是收过路费都收到手软。那些是香火钱，不可说是过路费，显得我们青雷宗没有规矩。虽然有天尊威名震慑，但难保没有宵小之辈觊觎。田前辈是担心柳阳虽死，但他背后的那些手段太过诡异，而且那个逃走的弟子宗泽至今下落不明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！前辈赐下的神剑光芒已散，若是真有强敌来犯，也不能事事都指望荒前辈。我们受了这么多恩惠，也该自己长长本事了。元婴期老怪，这气息好生一些。那是道玄宗逃走的亲传弟子宗泽。嘘，小声点儿。没感觉到他现在的实力吗？千万别惹祸上身。一群蝼蚁对着一块死石头顶礼膜拜，真是可笑。剑图前辈，别来无恙啊！数月不见，前辈还在守着这断剑枯坐。晚辈听闻前辈在此悟道，特来叙旧。叙旧？老夫与你似乎并无交情，而且你身上的味道令人作呕。哈哈哈，前辈说话还是这般不留情面。不过今时不同往日。前辈，看看我现在的力量，短短数月，我便从金丹挂入元婴，这是此界修士几百年都修不来的福分。如今我得蒙上界大能青睐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这大荒地不过是井底之蛙的居所。揠苗助长，根基虚浮。老顽固，我念你是一代剑修宗师，才肯屈尊降贵来邀你。只要你肯随我归顺灵界，我有办法助你断臂重生，甚至重续你的断剑，岂不比你在这里守着一座假山强上100倍？假山，老夫在此观山数月，方知何为真正的浩瀚天威，何为堂皇正道。而你所依仗之力，驳杂阴轨，
充满了血腥与怨念。一旦主子撤去力量，你便什么都不是。住口！你这老不死的东西懂什么？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走吧，莫要污了这方净土。好一个道不同！老东西，你就在这抱着你的断剑等死吧，待我踏平青雷宗，再回来收拾你。该死的老东西，待我协助介石大人拿下那个荒，定要将这五指山夷为平地，把你炼成尸魁。何事动怒？介石大人，属下去试探了一下那剑徒老儿，想拉拢他做个炮灰，没想到那老匹夫不识抬举。无妨，待我们将那荒带回灵界，此界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摄空镜已准备妥当，那青雷宗的位置，你可确认了？确认无疑，就在前方300里。洛青衣、白灵，还有那个装神弄鬼的荒，这次一个都跑不掉。很好，加速前进。狱主还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这闹钟怎么就不走了呢？说起来，最近给青衣那丫头送的东西好像都不太经用啊。上次那个激光剑电池好像也没电了，也不知道那边现在怎么样了。既然是过年，是不是该给他们整点喜庆的东西？有了，给他们搞个灯光秀阵法，既能照明又能吓唬人，完美。鱼娃子，那些没用的破烂赶紧扔了，别留着过年占地方。知道了，妈，正收拾着呢。也不知道青衣那边怎么样了，最近忙着办年货，好几天没看玻璃箱了。回头去买点硬核的装备，这种地摊货确实配不上我荒天尊的牌面。快看，天尊赐下的神剑，怎么暗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是地底魔气反扑，还是天尊撤回了法力？道运消散了，那股至高无上的规则之力，为何突然变得如此虚弱？那规则之宝的力量竟然在衰退，本座还以为那是永恒不灭的仙家手段，原来也不过是有时限的消耗品。狱主，您的意思是，那荒已经是强弩之末？既然能量在衰退，说明对方手中的重宝出了问题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是狱主，上次那道白光，属下至今心有余悸。那是你被吓破了胆，如今看来，他底牌耗尽，正是最虚弱的时候。带上那个宗泽，还有仿制的摄空镜，再去那个位面一趟。这次不必试探，把那个荒还有那个道骨少女，统统给本座带回来。遵命。规则之力，终将归我所有。这老房子的保温效果是不行，怎么突然感觉阴森森的？赶紧把这最后一点收拾完，回城里吹空调去。护宗大阵，起！
介事大人，那就是青雷宗，那个所谓的荒，就藏在他们背后。蝼蚁之地，也配谈天尊？奉灵界玉主法旨，特来邀请荒道友前往灵界一叙，共参无上大道，互换有无。此乃美事，望道友成全。荒前辈乃此界至尊，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？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青衣，快退进五指山范围，那里有前辈留下的道月。救命啊！本大王要被吸成猫干啦！前辈就在我们身后，我们绝不能给前辈丢脸。洛青衣，当初你们仗着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作威作福，今天我看谁能救你们！这箱子怎么起雾了？灰蒙蒙的一片。这谁啊？刚过完年就在里面烧锅炉吗？这么大烟，试试这玩意儿还亮不亮？别是个坏的。前辈，您在哪里？难道这一次真的是绝境吗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上界的力量。什么黄天尊，什么五指山，在真正的仙气面前，不过是土鸡瓦狗，一只蝼蚁罢了，加持法力。10息之内，将那拥有道骨的女娃射来。哟，这怎么还声控亮灯了？之前那堆快没电的电池回光返照了。这哪是阵法呀，简直就是群魔乱舞。算了，看着还挺喜庆，给青衣他们增加点过年的氛围感吧。这是什么？介事大人，射空镜的锁定断了，吸力正在溃散。闭嘴！看不透，完全看不透。这光线的轨迹毫无逻辑，时而左卷，时而右转，毫无规律可言，乱中有序。不，是大乱即大治。这看似儿戏荒诞的布局，竟然暗合天道混沌初开时的无序状态。大人，您在说什么？这不就是些乱七八糟的光吗？蠢货，你懂什么？对方是在告诉我们，他只需随手拨弄，便能让空间法则陷入混沌，将如此恐怖的空间扰动藏于这些看似滑稽的光亮之中。这荒深不可测。这是什么神通？好刺眼，好炫酷，本大王的猫眼都要瞎了。这便是前辈布下的万象无极阵吗？平日里看着平平无奇，没想到一旦激活，竟有这等改天换地之威。前辈早已算到了今日之劫吗？哎，别跑！连那只妖宠都如此轻视，这足以扰乱空间的阵法光束，说明这阵法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日常玩具，太可怕了。大人，射空镜被这些怪光干扰的无法运转了，我们要不要强攻？强攻？找死吗？
这阵法一旦全面反击，恐怕连空间都能搅碎。先撤出阵法范围。此人手段太过诡异，不可贸然行事。哎呦，什么东西这么硬？嚯，这不是我小时候用的那把打鬼神器吗？没想到这老古董还在。那个年代的东西就是扎实，不知道还能不能亮。我去，劲儿真足，正好给那边的灯光秀加个压轴大戏。待本使稳住景光。大人小心！给我挡住！大人，您这绝非化魂之力，甚至不是渡劫期能有的手段。随手一击，近乎仙威，这是真正的仙人手段。狱主严重误判，此荒不可敌，不可敌呀！走，快走！妙屋，那是太阳掉下来了吗？仅仅是一击，便毁去那等恐怖的法宝，惊退了连气息都能压垮护宗大剑的神秘强者。这便是荒的力量吗？哪怕远隔亿万里，只需降下一缕眸光，便能让万邪辟易。我这电池还没发热呢。既然来了，不留下点什么多没意思。小时候也没少在墙上乱画，今天就在这异界的天上画个鬼画符，吓吓这帮装神弄鬼的。左一道，右一道，给你们打个叉，走你！行了，收工。这老古董质量真不错，回去得给好评。不可直视，那是大道规则的实体化。这是剑意，不，这不仅仅是剑意，仅仅是残留的道韵，竟让隔着一界的我都感到神魂刺痛。那是他在警告我们，警告，那是风字。也是杀字，他在告诉我们，敢越雷池一步，都要被这几道光给劈碎。传我法旨，立刻切断与下界的所有联系，封闭所有虚空通道。狱主，那我们在下界布局1000年的资源，蠢货，命都没了，还要什么资源？立刻执行！我竟然为了这点微末的邪力，背叛了拥有真神庇佑的故土。这便是荒天尊当年镇压化神妖王的神迹啊！哪怕只是远远看上一眼，都觉得体内灵力激荡，仿佛触碰到了无上大道。听说前几日有个筑基圆满的散修，只是在山脚下观摩了那上面的指纹3天3夜，竟然当场结丹成功了。竟有此事！那天尊究竟是何等境界？寄生，天尊留下的道韵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心诚则灵，莫要扰了圣地的清静。是。哎呀，又是灵芝又是人参的，中土那些大宗门就没点新鲜玩意儿吗？天天送，俺老白的牙都要酸倒了。白统领，
这可是万剑宗送来的极品养魂草，平日里想求一族都难如登天呐。如今他们只求能见咱们宗主一面，想问问黄天尊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法旨？好了，把东西都收进库房吧。告诉他们，天尊喜静正在神游太虚，暂时不见外客。这才多久，大荒地就从人人避之不及的绝地，变成了修仙界的中心。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这不是梦，这是咱们抱上了世间最粗的大腿。前辈，青衣如今已彻底稳固了金丹境界，您赐予的那套修炼之法，配合着天地间的安宁，让我境界一日千里。如今世间太平，万物复苏，不知前辈在您的那个世界，是否也正如这般开心？青衣真的很想再听听您的声音。不错，看来只要没那帮捣乱的妖魔鬼怪，这群小人还是挺能干的嘛。这才几天，房子都修得这么漂亮了。既然要带你们进城了，这房子也得给你们打扫干净点，免得路上灰头土脸的。天尊显灵了，这是在擦天。这是何等伟力！以苍穹为镜，拂去尘埃。天尊这是在告诉我们，要时刻服侍道心，莫惹尘埃吗？月皇天尊为我等洗炼苍穹。青衣，别怕，五指山给我镇压。何鱼，醒醒，吃药了。妈，又做噩梦了吧？这2天发烧烧糊涂了，净说些什么胡话。先把退烧药吃了。发烧，原来都是梦吗？行了，我去给你下碗饺子。一会儿过了12点就是新年了。没有玻璃香，没有洛青衣，也没有黄天尊。何鱼，你终究只是个失业躲回老家发高烧的可怜虫啊！何鱼，有你的快递。何鱼在家吗？来了。这大过年的也不知道是谁寄的，签收一下。我也没买东西啊。前辈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臭小子，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呢？这位姑娘是阿姨。好小子，怪不得神神秘秘的，原来金屋藏娇啊！姑娘别怕，阿姨就是太惊喜了。来来来，出来坐，别在房间里闷着，阿姨给你拿好吃的。青衣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